前也跟雍正教练聊过，当然他已经赢过了金华，也赢过了新北中先。他最后一里，不是说最后一里啊，再想要就是看能不能从高雄台电的手中也拿下胜利。其实今年这个年轻队真的让我们有无限的期待，无限的可能。所以看看今天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是，那尤其这群选手啊，刚从这个他们的高中联赛的复赛哦，刚结束刚回来。我想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说，如果他们一直持续的不断在比赛当中的话，对于他们在衔接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个比赛，我想第一个他们的球感是在 on 中，就是他们的球感是在 on air 当中的，然后是不会断掉。因为我们年轻的球员就是最怕他们的球感比较容易跑掉。那他们连续5天，那我想对于他们体力上应该是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就是看看今天他们能不能够打出让我们觉得惊艳的一场比赛。基本上这是两队在今年的第4度的交手，前面3场当然现在对。高雄台电而言是维持了一个3连胜的一个成绩啊。不过其实虽然说高雄台电是3连胜，可是两队从11月30的第1次交手到12月1号的第2次交手，连续2天都是打到了4局才分出了高下，所以代表呢对手也给1-0营造也给这高雄台电相当大的威胁。当然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上个礼拜的1月4号啊，那场比赛高雄台电是直落3的带走了比赛。那今天是两队第4度的交手，其实我们蛮期待的了。我们就这样好了，我今天一面倒就是帮毅力加油了哈，就是不管高雄台电了嘛，因为重点希望这些年轻的这些新秀们能够打出气势，打出他们的一个自信心，打出这个比赛的内容，那能够从这些不能说是老大姐了，这大姐姐的手中啊拿下这个珍贵的1局、2局，甚至1胜哦。那希望今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当然，你从高雄台电的过程上看起来，除了对台北清华他打得不是那么顺之外，对目前不管是对毅力还是对新北中先，是维持一个全胜的一个战绩。是，没错。也希望说，因为这一群呢年轻的选手啊，在未来也或许就可以看到他们散布在各队当中哦。那经过，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的选手很幸福，就是他们在很早的时期就能够去接触到这样子最高规格的比赛的强度啊，跟这样子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他们在整个经验值上面的成长跟堆叠，比我们那个时候会来得快很多。像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国高中是没有机会，即使打企业联赛也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外援的。好，在今天的一个名单当中啊，当然常常我们在转播都有人很多的球迷说啊，我们偏袒谁啦？我们是谁的？干脆做到谁的啦啦队加油喜？我给他弄 ban， 今天我的跟你讲，我就一切都是希望毅力赢，我就摆明讲希望毅力营造赢哈。那如果这个有球迷觉得不舒服了，那就真的是你就直接就。冲着我来没有关系，我们就希望年轻的这些新秀能够有更好的成绩、更好的表现，加油加油加油！敢于去冲撞。对，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尊重这个高雄台电这个对手，只在于说年轻人就希望他们在高中阶段就是一关一关能够往前冲，他们都有能力击败了台北清华。击败了新北中心，我相信他们也有能力，也有机会击败高雄台电。是因为他现在能够去冲撞这一些在他们的学姐们，那相信未来他们有继续在排球界中发展，他们也能够去冲撞到别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好，来看先发名单，高雄台电排出来的这个举球，11号的洪家瑶，那举队是黄敬轩，那整个中间胡小佩还有包英琪，那主攻是徐婉云，还有9号的蔡佑群，然后呢2位的自由，温明玉跟钟宏勋，那这是在整个高雄台电的部分。那在毅力营造的部分呢，今天排出来的先发的举球是9号的张廷伟，然后呢举队是简一文，然后呢在中间是吴文轩，还有18号的马德荣。那也是他们最高的整个中间手，然后主攻手排出来是陈品瑜，还有是这个5号的这个陈毅。在现在的 ban 吧看起来，当然今天这个毅力的部分做一点调整。那林喜跟李君妮是2位自由哦。好看第1分，机会来了。这球看看修正来。守得不错，守起来，跟登啊！中间的快攻，再补一个，这个球没办法了，角度蛮刁钻的。
其实有时候你就说，你就必须要给这些年轻人更多的鼓励跟支持，而且告诉他就是冲，就是冲，就是冲啊，打死不退。第1分让台电拿到。哇，这个球真的是发得很深啊。对。陈英这个球呢，你看他的手势是随着这个球这样甩掉了，就没有办法往前接。这昨天徐婉才又创了一个纪录啊，这个连发9分啊！是，我要连发9个不失误，真的不容易真的。简一文这球哦，碰到朴志刚了。好，现在毅力拿下了第1分，1比2。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这个球赛每天这样比，到底对你们来讲，当然越到一个年纪可能会觉得压力有点大，可是对年轻人应该还好吧？哈。我觉得心态上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哇，我每个礼拜要比赛，就心态上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累。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整个比赛的第一个这个企业的舞台越来越多的外援加入，强度拉起来了，然后还有我们整个规格啊都是最高，就是已经是 top 的这个舞台。其实，在对于选手来讲，能够踏上这个舞台，我觉得是蛮享受的。好球。年轻的这个新秀，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说他们有办法在世锦赛这种成绩上面打到前4，就代表说他一定要有很好的胆识，而且每个一定都比对面的台电还要高，对不对？是，而且我觉得也要我们推回来是要归功于就是我们在基层的这些教练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付出了他们全心全意，其实就像在带自己的小孩子一样，时间都是陪着这些选手。好，陈毅这个球想要打一个塔吉奥，不过这个球点真的是太高了，所以说这个球真的是台电没办法。对，4比2。黄敬轩的发球。简一文，哎，这球没包到球，当然还是要提醒了，因为这两天毕竟天候的状况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说那个手感，而且他们刚从哪边回来？他们刚从南部回来，对。他们现在主攻手现在出手，感觉有点像我们昨天看台电跟联中的感觉。陈毅，有这个球碎了哦，真的是被他一个平拉开。不讲，在我们真的基层教练真的很辛苦了啊。其实带球队，其实基层教练带球队，其实有的时候有些是有不错的资源，可是大半的球员跟大半的教练都要张罗很多事情。是，而且你要想，这些选手们跟教练相处的时间，可能都多过跟家长相处的时间。对啊，然后不管是他们的身体状况，连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都是要去顾全到，所以真的是好球，好球！马德龙这球的反应速度够快，他的高度是够的哦，而且他本身才刚打完，这现在可以看到手感很热啊。4比5，简一文的发球。哇，这球有压。哇，这个大斜线，这完全是在定位上来讲，还是让蔡友群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出手的点啊。中间的快攻，就有些时候，这样马德荣就真的要去慢慢的熟悉啊，那个节奏上怎么样，他可以在那个瞬间做一点点的改变啊。对，因为其实第一个他的身材条件是非常好的。那我想就是他整个在面对企业联赛啊，能够有这样子的磨练。那我相信他整个，因为接下来他们也要迎接的就是决赛部分。那我们也可以期待这群小将，他们在企业联赛经过这些高强度的比赛，又回归到联赛的时候，其实会有更精彩的表现。陈毅的这个角度还是打得稍微太大了，现在要在毅力这边要换人，应该是要把整个举球的节奏做一个调整，要把张成毅给换上来。好，现在场上的队长是谁？要确认一下。简一文。放软，再来。
后排，哇，这个球被抓到。是这个品瑜这个球啊，我觉得太正面了哦。嗯。9比4。斜线好球，也是同一个时间是高雄台电触网。5比9。短球啊，这个球有点掉到哦。嗯。还有，哇，这球没注意到两个人的整个位置上稍微也是啊，没有交代的清楚，两个人有点重叠了。对，整个是重叠在一起了哦。没有声音啊，没有来做个确认呀。好，这一上来，这整个高雄台电的这个节奏跟整个每一个球的掌握度还是高了啊。是。至少把你的范围接好吧。 是不是？这一上来，你只能够说，现在就刚打完高中的复赛之后，再回到企联，就觉得好像突然间又跳了2个层级啊。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于毅力这些球员，他们第一个要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刚从各自的母队回来，那他们现在回归到这个毅力营造，他们首先要赶快透过比赛去整合一下他们的队形，因为每一队有他们自己的打法，队有打法在，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去做确认跟整合哦。呀。 刚刚这个球给马德荣真的给的稍微短了一点哦。12比5，鲍英奇，好球吞下去。小佩这个球拦网起跳的时候，好像是离网子太开了。嗯。 6比12，哇，这球打平的啊，胡小贝。这小贝真的今年这在整个高雄台电的一个这个阵营当中，变作是很重要的一门，中间不管是进攻还是拦网哦。 现在在经过了整个我们休赛季的一个训练之后，可以看到这个赛季真的是进步很多。嗯。还有这球压得够快啊，陈敏瑜。7比13。 哇，真的是让小佩在这个第一时间的掌握度啊，这几个球点都打得很开啊，出手快。嗯。切进来，好球，出手也快，陈敏瑜。 好，这球发得够深，破坏掉，节奏快，有，哇，这球守住，
好球，高打点，高打点，真的是吃的是身材哈。球背，球背。对。讲到这种球，真的讲了一个比较这个不专业的话，这种球真的蛮讨人厌的。不过这种球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有办法有那个高打点呢。是，那我们这种通常我们在防守首尾球，就是先以它正面它最大力的那一个方向去做防守。嗯。啊，4击球了吧？对，没错。对，好，这分让伊迪给拿到。9比15，慢慢有了，有慢慢打热一点了哈。对。一开始现在在整个这个大家的默契上说，好像还有一点需要再慢慢去体会恢复一下。是。这球接打，哎呀，球来的劲道很强啊，陈毅也没办法把球给顶起来。品妤这个球其实防守已经站到位了不过他在因为佑群这个球他的磅数是够重的所以他守到球之后那个缓冲的动作呢，需要再刻意的去做多一点，才有办法把球是能够缓冲之后能够弹高。短球，这球稍微慢掉了，陈毅这球可惜啊。是这个球应该德容来自己接会比较适合，因为陈毅他站得蛮后面的他一定要换人，要把曾雨柔给换上来。大家注意一下中间的短球哦。有好球，陈毅。10比17。哇，这球真的是发得够深。还有。啊，这球包过长了，是包到球屁股了。伊迪再拿1分，11比17。好球！哇，这2个发球都有很好的一个速度啊。是速度够，然后发的位置又是飞城，又是尖插球。接连2个发球直接的一个平冲啊，也让现在高雄台电喊暂停，17比12。好的，真的，现在就真的必须要从这个发球啊，持续的加压啊。刚刚这2个发球可以说都有相当好的一个杀伤力啊。我还是发的，你再1分啊！哦，是，球速很够哦。真的，曾雨柔，13比17。这球速够，尾劲又够飘啊，所以接发球的人呢，如果稍微动作慢了一点哦，这个球啊就会被飘掉。短球，哇，这球上去稍微真的慢了一点，球短了。是佳瑶跟殷琦这边的卡位啊，就卡到正确的位置。好，这球在毅力的部分要来挑战的是触网。这刚刚接连这几个这个发球，确实也是现在年轻的这一代，其实他们的发球其实
就各队来讲，他们的发球是相当有侵略性的。是，他们整个在发球的破坏率是相当足够的哦。挑战的是触网啊，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啊？没有啊。好，这球挑战失败。高雄台电再拿一分，18比13。哇，给的实在太短了，太短了。现在伊利要再准备换人，要把邱凡琪给换上来，要把陈毅给换下去。好球！哇，引起这个球打得非常有水准啊。对，所以你看，就是中间手的一个突破成功率啊，跟他对球的那种当下的一个反应啊，真的要有很好的默契跟很好的手感哦。对，因为我们中间手它讲究就是快速度的出手嘛，所以你在起跳的时候，有时候球都还没有可能刚过网的时候，你就要选择去做出手。不可能每个都很好的球啦，人家快，人家还是打不到你啊。这一阵子好不容易刚刚连拿了4分，不过又让高雄台电是连补了3分回来啊。好，当然在现在场上，因为最高的马德荣在，所以说当然举球手跟他搭配的那个给的球的位置也会是一个重点啊。没错，而且其实张成毅呢，他在毅力营造这个里面，他整个举球你可以看到他对于球的掌握度是非常好的，还有他整个在跳跃举球，他起跳的时候，他整个身体的重心是维持得很好的。那我觉得未来呢，也可以看这个成毅他未来在整个举球上面，我想能够有更高水准的表现。哇，这球被守住。今天到目前为止打的这几个球，反倒是真的是在整个这个攻击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还是让徐婉瑜打的有点 K 的哦。对，14比21。还有救得漂亮，掉到一支哦，这又是一个空打，22比14。好，现在在毅力换人，要把吴子华给换上来。好球！这陈炳云真的是很擅长这种瞬间加速哦。是，因为他整个挥臂跟他整个手腕最后的加速度是非常快速的。那所以他起跳的时候，他可以在拦网者动作还没有做完全的时候呢，就去做这个出手，让球是能够快速的贯穿。好，高雄台电现在也做了一个人员的一个更替，把许慧莹给换上来哦。
那在毅力的部分，现在在前排中也做了一个调整啊，那都调得蛮快的。这个卢嘉文现在换上来。 哎，我刚刚忘了看了，高高上来了，黄心怡，哇，好久没看到他了，没错，非常的不容易哦。今年的第一次的出赛啊，对。双方是不断的在做人员的一个调整哦。许真轩现在也换得上来。 好，现在毅力已经换了6次了哦。还有，再来，再来，来不及了，这分让毅力给拿到。好球！ 再拦一个，不错哦。卢嘉文一上来就建功，是有跟到位哦。不过佳瑶这个球给太低了哦。17比23。还有。 斜线，哎呀，可惜呀！是，这个角度其实很漂亮的，而且他打出去之后，你可以听到他那个球质也是蛮重的。嗯。24比17。中间的快攻，好球，卢嘉文。 在现在年轻的这批当中，他的整个速度跟出手算是快的哦。是，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在起跳的过程当中，然后看到斜线有动，他就出手了。因为我们通常快攻手可能会想的是，有一些快攻是想说，我要等到我起跳整个完成，我再做出手，那可能就会慢掉了。一边起跳看到动的时候，我就做出手。这个发球的整个距离应该是出界了，也使得这个第一局让高雄台电先是以25比18给抢下。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 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 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欢迎所有的观众回到了720年的整个1月12号，高雄台电跟毅力营造的一个比赛啊。第一局的整个状况可以看得出来，高雄台电在整个攻击拦网，尤其在稳定性方面呢，还是要比对手来的有更大的一个安定感啊。那整场比赛第一局才出现了4次的失误啊，25-18先拿下了第一局。你可以从这个前半段就发觉毅力就有一点还在慢慢的磨合当中的感觉啊。再加上天气的因素，从屏东刚回来，对，那这些都是他们在第一局当中啊，一边比赛还要一边做调整。得分的部分两边大多都是差不多是3分左右啊，攻击分的都蛮广的。那当然，在今天的整个搭配上来讲，那有很多我们在这一年呢还没看到的，包含就是高高在今天也正式的再回到了场上哦。是。好，马上要进入到第2局。场边有最 UK 的小粉丝，真的。我们希望没有打扰到他用餐时间，希望没有打扰他用餐时间。捡一碗，哎呀，真的是平常可能比较好穿呐，可是因为高雄台电的拦网高度，不管是这个黄敬轩。在整个高度上啊，其实他跟小佩都够啊，所以说你不再多一点变化的就掰鬼啊。而且学姐在整个拦网上面的经验是非常足够的哦。中间的快攻好球，这球点的够快，是出手够快哦，真的。吴子华这个球来就打，1-1。
黄建轩又是一个高打点，有防备，拉出来，打一个他这样没成。哇，太靠网了，太靠网！哦，这个球太靠网。中间再来一个快攻，好球啊！这两个点扣的角度都够刁钻，重点是出手够快、而且德容他是跳在空中等那个球。而且他才我记得他才高1还是高2而已。对，当然希望他能够再长个10公分啊，不知道了，不知道，希望。哎呦，这一球也被守住，守得漂亮，再来一个。哇，真的是第一时间你看到徐婉云的整个出手，真的是啊，怪不得真的称他小钢炮，没错，波就落。不过那个球的磅数啊，都很扎实哦。对啊，球很重啊，就算你是可以守到他的球，但是你的动作只要一点点没有做好，这个球就会接喷。2比2，好球，好球，好球！简玉文要慢慢熟悉一下啊，这球漂亮，2号位的一个斜线。有这球发的够冲啊，不错，这一分拿到，4比2。还有毅力这第2局的开局就打得更有竞争力啊！是，还是从发球啊来做加压。高打点被守住，修正给谁？还有换边，开网，用突摸代机。简一文这球被挡回来，哎呀，可惜了。球短哦，想要去走一个斜线的小角，但是在台电这边右群跟小佩呢的卡位已经卡到这个斜线的点上面了。呀，3比4，好球，还有。贝菲跑一个，哇！这球真的是很聪明啊！突然的改变节奏，真的。汪云琪啊，在整个进攻的模式上来，这球很聪明，瞬间冻结这个球。是云琪今天，我觉得他昨天一直到今天的整个快攻的表现，真的是有看到他很明显的一个进步哦。大斜线这球守住，哇，这球真的拉得太开了。对，已经到3米线了哦。5比4。还有救到有。哎，这球他叫好球！哇，毅力现在在第2局维持很高的动能啊，而且在每个人的出手上来讲，其实要比第1局更有杀伤力啊。6比4。哇，这个球真的是都发得很平啊。对，都是沿着网子过来的哦。哇，这个球只掉了剩下。江晨一个球一个人，那这真的没办法拦了。对啊，要去面对右群的话，就真的很难防守了。每个点都能够出手。5比6。啊，这就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哦。对，好像球是不是给的太短了对，一点哦？太短了。雨柔刚刚在前1局的时候也是这种来不及的状况哦。6比6。长线。
短球被抓回来，哇，真的是你要，真的是在整个拦网的高度上要稍微再评估一下啊。对，而且这颗球呢，虽然要做吊球，但是动作太过明显。那佳瑶这边呢，身高也是够高啊。7比6，发球偏掉。 硬是救回来啊！蔡佑群这个球也敢打、啊，是嘉豪这个跑得很快哦，真的。8比7，啊，小季已经人先出去了。是哇，这个台电的英奇啊，没有去注意到哦。现在这个举球员在前排哦，所以我们的第一时间反而不是快攻，而是要注意到举球员的突破。8比8。 再来，好球！这球救回来！再来，中间的快攻短。哎呦，还有吗？落地了！哇，这球太可惜了。是我刚刚台电这边呢，自由球员名誉啊，还是守了一个好球哦。对，可是另外真的是经验，当你看到刚刚那个球，你就应该可以判断出，其实对就徐婉瑜而言是没有机会强攻的哦。是，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经验嘛。那有些动作它是比较高级的动作，那可能学妹她还比较看不出来哦。发球的失误。 9比9，发短，这球还是做的有点太短了。还有，防守反攻没有问题。其实你看了徐婉云在整个攻击的那个重心的转移，跟她在空中其实还是有那个很好的一个滞留能力，最后的出手哦。对，而且她整个跳起来之后，因为她的滞空能力够，所以她在起跳的过程当中，她是可以看到整个后排哪里有空档。哇，移动没有移动哦，卡波波叮当哦。是。 其实我们最常看到就是脚步没有移动的时候，身体重心都已经下去，所以你能够 cover 的东西 ，cover 的范围，只要那个球再往旁边飘一点，你都给我啊。因为我们的发球呢的漂浮，它开始产生漂浮之后，大概是球场是18公尺，那球变形之后发出去，它大概在8公尺至9公尺之后，它会开始产生变形跟漂浮。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第一步就很重要了哦。 包长线，这个想要打一个台基奥，这球没包到。10比11。还有，救回来。 哦，这个球配得好，弄到一个1-2时间哦，时间差的战术。好，现在把彭玉柔给换上来，把黄敬轩给换下去哦，12比10。
有 touch 有。是。这第2局就整个攻势各方面看起来就比较顺一点。对，要比第1局顺畅很多，包括他们的整个防守的站位跟站位的一个确认度啊，还有这个位置的一个准确性，都比第1局来得好很多。哇，真的是小佩的出手真的快，而且其实讲真的，他的手又长啊。对，他的手相当的长。中间手就是要我们说选材嘛，就是要挑那个人高手长来当中间手。还有斜线2球都有稳稳的救起来，转直线，吃的是这个空档，这技术球了，真的很轻松啊！右旋在扣这个直线套交，非常的轻松哦。分数稍微被拉开，现在是1-0照喊暂停，11-14。球起来，人家攻击都是很顺的，要不然你跳的点都是经过点都是错误的啊。你也是，哎呀。好，暂停结束，现在分数差距是3分呢。吴小佩要继续发。哇，贴网又是翻过去啊 ！Lucky ball 再1分。通常我们就看到这种球，只要是它过往的点呢是跟白带很近的话，就要特别去注意这种打到白带掉下来的失速球啊。哇，这个守得漂亮哦！反向的背举，好球，好球，好球！也是成功掉到了篮中的了。16-11。再来，哇！今天其实给简一文的球，其实都没有让他有比较充分的助跑的空间了哦。是，他动作感觉还来不及完成哦，他整个起跳都是到一半，他就要急着去做出手了。哇，又是一个短球，又是移动上来不及。哇，小佩这一轮的发球也真的是把整个比分完全给拉开了哦。是，那伊利这边呢，我想要特别注意到，目前接发球失误的点都是在前方哦，是不是他们在整个位置的调整上呢，也要特别注意到前面的球。好球。12-18。佳瑶好球啊！太离网子太近了，这球直接被压回来。其实我们身为攻击手呢，只要看到举球员他是这种挂在网子上的动作，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他这个球举出来，大概有80%的几率都会比较短，比较靠网，所以我们攻击手其实就应该要提早准备去帮忙去扣这个球。哦，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攻击手要如何去判断举球员动作，这是一个经验。守住。陈毅打平的有没有碰到嘞？没有。好，这球要来挑战的是拦网触球。伊利要提出挑战项目是拦网触球。
小佩跟婉莹，我差一点认不出来，因为婉莹的发色又完全不一样。是。这第二局虽然说在整个前半段都一直咬住啊，不过这中半段这还是几个这个发球上的一个策略改变呢。啊，有碰到。14比18。 高雄台电喊暂停。好，刚刚连拿3分之后，比分接近哦，14比18。来看看接下来，简一维，哇，这个直线打得很准哦，死角哎。这阵子看着佳瑶，他在不管是他在举往前跑动举这一种长距离的背举，或者是他往后举这种长距离的4号位，都可以看到他在球的推进啊都是非常到位的。嗯，也让攻击手可以很好的做出手。被拦下来，再来，还有打长线。 哇，真的是完全，这完全把这个力量收掉啊，打一个空档啊。是因为其实这边呢，我们在这个3波的攻击里面可以看到，前2波都是强击。那强击的这个当下，其实毅力这边的选手，他们的防守已经呈现是一个开放式的防守哦，都是准备要去守强击球。这个时候突然放一个小球，让他们的防守来不及做位置的转换。 好，又是蔡优群在最后的那个收复的那个最后的那得啊。好，分数还是被拉开啊。那现在毅力喊暂停，目前分数到达7分的差距啊。好，现在高高再度回到场上啊。背后的 C 没打死，还是打成了一个塔基奥。
好球，这个战术哦，运用的非常合理啊。好，现在再把许真轩给换上来，15比22。还有短球，吼吼！哇，真的多多这球真的是假动作做得够逼真哦。对，而且因为他这个球会很难守，是因为他跳在制高点，那拦网的人以为他要强击，然后他在最后一拍的时候才缩手做这个吊球，所以拦网的人等于是挂在空中。那即使你看到他已经要吊小球，你在空中你也很难去做出改变。23比15。这罗嘉文的出手真的是快啊！16比23。好球，慧颖也是很擅长打这种直线 touch out 啊。因为看他整个冲进来的速度啊是非常足够的。24比16。好，现在伊利营造再是换举球，江晨一上来。给的有点短，再来，哇，这球还是落地了哦。哇，接得过头，直接爆包。好球，在网上都有把握住哦。台电这边赶快做一个接发球队形的确认哦。18比24。好球，中间穿越，传了过去啊！第二局结束啊！高雄台电25比18，再下一城，局数2比0。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Casami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a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A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高雄台电跟毅力的这个第2局，还是明显的感觉出来，在攻击的火力上来讲啊，高雄台电还是要比对手来的更有把握度啊。那当然，在第2局，毅力营造的一个失误是降成为1次，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不过，高雄台电在攻击、在拦网还是有着绝对的优势在。2局都仅让毅力拿下18分啊。现在进入到第3局，个人得分方面来讲，蔡佑群个人拿了有7分，徐婉云拿了5分，许魏莹上来也有2分。那在毅力的部分来讲，简艺文3分。那邱凡琪跟吴子华各2分。那在整体的得分上来讲，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落差了啊。那在高雄台电，在个人的得分，蔡佑群已经到达10分，另外徐婉云跟包英琪各有8分，那胡小佩拿7分。那毅力营造的部分，主要的得分，简艺文总共拿6分，那另外是有3位拿4分，陈毅、陈品瑜，还有是卢嘉文。好，进入到第3局。哇，这个又是瞬间的加速哦。对，而且球的质量是够重的哦，所以其实英文这边在拦到球之后，如果手的力量是不够撑住，还有核心的力量不够的话，就会被吞下来。
好球，哇，这个球修正的够水准哦。2比0。哇，这个又是出界。哇，这个点真的打得很宽哦，对，都是打在这边线这边哦。那李喜他刚好是在小佩出手的时候，刚好往内去做移动哦，所以整个时间点是错开的。而且他出手真的超快的、哦。对。啊，检验也有高度，好球！从2个人的中间呐、篮网的中洞。2比3。哇，真的是有这个磅数在啊、哦！对，那我们常常说篮网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球质很重的选手，那你放在那边，但是你没有去用力的话，其实弹到你的手也是会乱喷哦。嗯，不只是手要跟住哦，bắt đầu还得篮嘛要跟，对，就是整个核心的力量都要很足够。哇，这个转直线转得漂亮哦，是陈品妤。3比4。可惜了，下压的时间稍微过早了啊。嗯。再来7块勾也是掉到，救到，还有，又是放软，后排来一个，有守住，好球，再来，还有。毅力这边的进攻机会，稍微有点卡到啊！见面。其实这几波的攻势是打得很活啦，是两边的防守跟进攻都非常精彩、哦，真的。4比5。没接好，贝贝跑一个，啊，这个也给的短了，包恩琪的球直接是太短了，直接打的路线过长。对啊，没有办法做下压的动作、啊。嗯，5比5。再配一颗，没有问题。好球，马上修正过来。这包恩琪也是一样，他的那个瞬间的爆发力够，而且其实他的球质也是重的啊、哦。是，而且这阵子看他整个在出手啊，是越来越干净利落了、哦。嗯。还是给的稍微短了一点哦。对，距离
太远了哦，所以他其实已经快要追不到那颗球了。还有好球，还有。 再来，好球哦！这个球攻防漂亮。6比7。 哇，这种球真的是哦，你那个手不压回来，压过去，你真的很难。对你如果真的就是放在那边，就只能眼睁睁的，对啊，看着学姐要打你的脚，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对，手都被他震开哦。8比6。好球，好球，陈毅。 陈毅也是在这一辈当中啊，这个打球是很有磅数的，而且爆发力也不错哦。是他整个身体的素质啊，还有他对球的那种球感啊，跟敏锐度都是非常好的，很有天赋的选手。7比8，分数咬住哦。短球，好，机会来了，后排，明玉防守好球，再来，两边都是主攻手的对决啊。 哇，好球！这个斜线的角度，然后这边陈毅跟俊尼啊，两个人的位置啊都跑掉了。好，现在要把卢嘉文给换上来。 好球，有高打点。这一局比一局好哦。8比9，咬住咬住。现在下班觉得还有点早。中间的快攻，哇！小佩真的是每次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到那个。 可能对方的那个空档在哪里啊？对，那这个球呢，其实在毅力这边呢，因为球其实是举得比较低哦，它举比较低的话，通常它要定下来，定下来的几率就不是很高，所以这个球就是会走长线，在后排中的就要特别注意。哇，没有包到，是没有追到球哦。咬住咬住，9比10。 好球，落得够快，分数追上，10比10 ，S。好球，球找人，后排。 哎，再一分，防守反攻。哦，碎。
哇，从发球开始的加压，这几球都可以说打的是攻防俱佳。现在是高雄台电喊暂停，10比11。继续发，还有好球！哇，这球守得漂亮，出界，这球出界，刚好在界外，要来挑战。挑战的是什么？拦网触球还是界内界外？界内界外。 好，因为我们每次说我们主播台都是在就是一边的端线啊，所以就差不多我们的角度其实跟线审差不多了。对对，我们就是在线的正后方。对对对对，我们这样看，当然再看这个球有没有削到线了啊。 到底是界内还是界外？现在对两队而言，这整个气势是在毅力营造这边。来，答案揭晓，这球哇，沾到了，真的有削到，真的有削到哈。真的有削到。 好，这分是高雄台电的。毅力这边要确认一下他们的接发球站位哦。嗯，那这个在比赛的进行当中都是可以去跟复审这边来做确认哦，包括接发球站位，还有现在是几号发球。 好，毅力这边喊暂停，这一分因为削到了9米线，所以说现在是11比11啊，毅力的暂停时间。没有，他出来没有。 应该应该在边缘的，可是我们这样看，我又觉得奥莫尔，所以我根本没有在理。可惜哦。哇，这个守得漂亮，是单手的防守。嗯。还有。哦，碎！哇，陈毅这个球的点打得真漂亮。是这几个后排啊，打的弱点都相当的刁钻哦。这几球就比较看到他们那种。 快速的攻防的一个转换哦，而且前后排的搭配，他们是可以说这4队当中前后排的搭配打得最流畅，而且节奏最快的。是，而且整个陈毅啊，加上他的一个爆发力跟冲进来的速度哦，那球速也够，所以防守的人其实看到也不好防守。
哇，真的是前排硬要打这一球就很累啊。对，这个球2个台电这边的组合拦网啊，做的是非常扎实哦，而且引起刚刚他在起跳之后，左手呢还有去做一个延伸的动作。12比12。哇，陈毅的接球还是要小心，他有一些时候这个接球点都习惯放得很低了啊，因为他的重心有时候会摆得太后面。对，弄揪起来啊，没有真的压下去往前送。对对对，现在做一下调整。13比12，还是找他突破，有防备。还有这球顶起来有漂亮。哇，再一个，又是8包，好球啊！哇，真的打活了！现在伊利的整个状态就真的是回到了比较高的自信啊，对很多球的判断就真的脚步就会快一点。对，而且刚刚在伊利这边呢的一个。当球第一颗接喷哦，第2个球员呢，他跟上的一个 cover 速度啊，反应相当的快。13比13。时间差。哎呦，奥赛啦，这要挑战吗？长了1点哦。对啊，这次我就不觉得有笑到线。我们不准。是，要不要挑战？因为我们刚刚也是觉得，对，结果还是擦边了。没有要挑战，只是要换人而已。好，陈思瑜换上来，把这个徐婉云给换下去，14比13。啊，这就还是这样，这种长线哦，你这防守的这个线路，对方的快攻啊，这种球要抓真的不好抓。是因为以防守快攻来讲，你第一个位置站在哪里就会很重要了。因为快攻下你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移动，所以你快攻布阵的位置就要依据这个快攻手他出手的特性跟面向，第一个时间就要先站到可能80%他会打过来的地方。哇，2拍都没打死，再来。啊，这球也没包到。对，因为这个球已经几乎是到了5、6米的地方哦，要来做扣球，的确是有点难度啊。15比14哦，现在还是微微领先哦。啊，这就想要压平的，压太低了。15比15。邱卫没得，也是没有包到球，斜线有，好球，后排窜进来，好真的是球，冲进来哦，对，冲进来。今天倒是整个利用这个前冲的力量，彭雨柔这几个球都打得很有杀伤力哦。是，今天的表现非常不错哦。16比15。自己接自己打。还有。再来，有，陈毅，球短啊，冲进来还是很敢打。好，现在高雄台电换举球，把刘玉成给换上来。16比16。哇，没
办法，这个球离网子太近了，真的很不好处理了哦。陈毅也已经尽力了。够快啊，真的是哦，在整个动作上，真的快攻手真的就是要快哦。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毅力营造这边，他们的中间手，不管是这个嘉文啊，还有德容，他们的整个快攻的一个形态都是跳在空中去等这个球。嗯。被拦回来，再来把包吗？吃掉球，把握住了。嗯。 这阵子就整个气氛打得很好，而且整个每个人都动起来的感觉、哦。对。邱凡吉上来发球，18比17。没有注意哦，凡奇在上一局也是上来发球的时候也是有很好的效果、哦。嗯。长球救回来，还有。 再一个哦，出界，这球出界。好，现在领先的分数到达2分。高雄台电喊暂停，现在17比19。好，现在高雄台电再次把徐婉云给换上来，19比17啊。第3局毅力现在维持领先。直线又是塔吉奥，转换到右群这边了。嗯。 好，现在再把陈毅给换上来。有高度，防守好球，对，这个防得漂亮。再来，哇，球羽怎么漏掉了？这个球真的打到一个无人之地。对，完全是后场的一个空档，大空档。我今天羽柔在整个2号位置的表现呢，相当的亮眼。嗯，19比19，由内向外，救得漂亮。 想要打他就一直翻不出去啊！再来，再来吗？来不及了。那2个人有点犹豫。嗯。这关键时刻不错哦，到了后半段，毅力一直都能够撑住，还能够超前，20比19。 有吗？哎呦，这个力量收掉，反倒有它的效果。虽然可能搭配上没有搭配得很好，不过反而这种失速球是最难判断的。嗯，20比20。好，现在换上吴子华。
还有吗？哎，喷得够远，是，还是维持领先，21比20。哇，这就可惜了哈。简一文这2波的发球都没能够拿捏好、啊，对，想要加压，不过这个力道啊、是拿捏的太大力了。好，现在换上张廷伟，还有曾宇柔。换完之后呢，那毅力这边就是从原本的前排就2支攻击手，现在又换阵之后，现在前排是拥有3支3支攻击手这样的火力2点换3点这样的战术。21比21。哇，真的球哦，真的球喷的方向就是破坏力就是比较大一点哦。是，那喷的这种不规则的球啊，防守的人就真的只能靠他的反应了。好，这分让高雄台电给拿到，现在毅力喊暂停，21比22。好，现在希望这个毅力要撑住哦，撑住，1分差。小朋友是在打招呼吗？他们的世界永远是跟我们不一样。是。还有，哇，还是关键时刻，哈哈哈。徐婉莹就是有办法找到出手得分的方法啊，连拿2分啊！而且他的出手的选择呢，其实都会去依据这个对方防守的一个阵型，然后去做去选择他最后最有利的位置。又是一个霸包，两边的霸包都没打死，背飞也太短了，机会，这球还是被守住。好球，经验球，经验球，真的是徐婉莹连拿3分啊！哎，要来挑战什么呢？哦，挑战逐步犯规。依例照提出挑战项目为越中线犯规。哇，这真的是关键时刻把徐婉莹换上来，真的真有大将之风。是，而且你可以发现他在整个攻击的运用，不管是长线、短线，他的运用的时机都非常的合理。对我刚刚讲，就他的攻击的逻辑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合理性。是你退长我就打短，那你站在斜线那我就打直线，所以会让防守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头痛。我们有时候在形容，就是说这种选手的逻辑就是球商很高了，对，球场上的智慧很够哦，所以他就很能够去观察。哇，这3分真的是对毅力而言，真的是有点让他们有那么一点措手不及哦。是，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验值的展现。我想这个对小学妹来说，也是他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这没有任何的一个越中线的嫌疑了啊，只能够说现在这3分就让高雄台电稳稳拿到，现在24比21，赛末点。没接好，被拦回来，再来，转直线，好球，好球！雨柔一上来就有建功，左手的球员很敢打。22比24。
好球，突如其来的这个球，反倒是一出手球出界。比赛结束啊！今天呢，高雄台电仍旧是直落3击败了毅力，继续朝着这个下半季战绩第1的一个角色来前进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的现场。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小毛教练跟蔡佑群还有高高在现场。那高高也是好久没看到他，我们待会再跟他聊。那当然这个礼拜，其实昨天是惊险过关，那今天也是直落3，所以说看起来除了对金华之外，你们打其他队都打得还算是很有心得嘛。所以说这也好像对教练来讲也是一个课题，对不对？对。怎么样能够让每一队不同的对手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这个水平以上？我觉得每一个礼拜的准备应该也是挺重要的，比如说像每一队的节奏都不太一样，像今晚他的球风比较快速，可能我们本身的节奏是算慢，所以我们容易被拖着，就是被对方拖着打这样。是，但这是我们教练团要去想办法去在整个训练中去模拟这个状态的。那你觉得像比如说来到了台北天候的状况，像最近天候比较冷，对你们来讲影响有大吗？还是其实我觉得蛮大的。蛮大的吗？毕竟我们是南部小孩。对，然后可能在热身啊，或者是在恢复上都有比较慢。我可以感觉到对高高影响很大，因为你看高高前料我够高真的是。好，来先跟多多聊一下。其实你到台电之后，我还真的第一次跟你聊。来这边还都习惯吗？还可以。球风其实是跟超跑是不是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你可以讲实话没有关系，我听你。对。还是你觉得其实都差不多？对，那你自己在你自己的角色定位上来到台电，你有没有给你自己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激励，让你自己能够更快的去掌握到这个球队的节奏？就是就是尽力打。对啊，就如果有机会下场的话，就好好表现。你是南部小孩还是北部小孩？北部。所以说这样天气你应该是比较习惯了。可是我很怕冷。好，不过今天这场比赛有让你充分的去发挥，有觉得就打的就蛮开心的这样子。对，所以还是希望就是说尽可能就是多让你上场多一点表现的机会，对不对？你不讲我讲，是，对不对？不过今天看到多多这样打这么从头到尾这么强势，其实看得还蛮开心的，就很习惯看你在留到最后突然间用力，要不然就是动作做了90%，突然间放软。好，这样看的实在是让对手恨得牙痒痒的，对不对？好，加油！来，高高。讲在看到你回到球场上，其实还蛮开心的了，因为知道你一直是对排球的热情也好，还是对自己身体的那种不断的去激励自己。那今天再回到场上的感觉怎么样？很开心，然后有点突然，就是因为我是就是赛前热身的时候，走到球场上的时候，教练才跟我说：“你今天要下去哦。”我就说：“真的假的？”他说对啊，然后因为我的朋友都跟我说，如果要下场的时候要记得通知他们。他们昨天大家都有来，然后就今天偏偏就刚好没有来，就抱歉，不是我故意的，是他的。我下次会早一点跟你说。所以说就是你要下场要先预约就对，要先排 Q 就对，要先把你排进去。不，那下场之后的感觉，觉得自己有那种以前那种感觉，还是觉得就是现在就差不多就好。我觉得其实，在打球的时候，感觉起来都跟以前差不多。但是我刚上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陌生的感觉。然后我还问徐婉云说，现在举球员是前排后排，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很久没有站在这里，我也没有练过拦网，我这样可以站在这里吗？不过其实，在场上看你起来还是相当的积极啊，在后排的拦网后排的防守的脚步跟我刚好注意一下，还是很积极在跑动。那负担上会不会觉得有点重，还是就是你现在就是适可而止？就适可而止啊！如果太累了，我就说教练我好累，然后我就可以去休息。真的是打球可以这样子打到也算是一个境界了。但你也要说好累是不是？没有啦，不过真的是小马教练下次如果要 Q 你要早点 Q 了，对不对？说不定你有800个朋友要来，后来因为没有先 Q 都没有来，对，也对票房有影响，好不好？好了，这个礼拜真的是高雄台电打得相当的精彩，连续2场球，那很多的球员都有上场，那也让我们看到久违的高高，不过还是这个身体健康最重要啊。那加油，好不好？这很喜欢看多多打球，那也再度恭喜高雄台电好的表现。那接下来看你们的哈。好，我们谢谢3位来接受访问，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这个主播台上的一如。
好，首先恭喜呢台电女排在这个礼拜收下了2胜，那也辛苦啊毅力的这一群高中的学妹们，因为刚结束了高中联赛的复赛又要赶紧从南北漂啊来迎战这个礼拜天的比赛，辛苦他们了。不过今天呢，虽然是3-0的比赛，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群年轻的学妹们在整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很精彩的表现包括林喜啊、俊妮啊很出色的防守，还有几位攻击手嘉文啊、陈毅，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攻击上还是非常的有杀伤力。那我觉得在台电这边呢，我想要特别的去称赞一下中间手殷琦，因为我觉得这2天在看这个殷琦，他整个在出赛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的整个快攻是打得越来越干净利落，再来他的拦网，其实我觉得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是相当的有威力，他的拦网的手型我觉得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所以以新生代台电的中间手来说，我要非常肯定他的表现。对，其实我也注意到他在整个这个局间的时候，他在旁边自己该有的一个准备啊、动作，他都其实很仔细的在做这个操练。我想这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没错，没错。好，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在球场，像我也很喜欢看这个球员的态度。那我之所以会，当然高高回来，我也很开心，因为很久没看到他。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高雄台电去看他们，去拍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形象照，我跟着去。他看到我第一时间进球，他就帮我拿了一双拖鞋让我穿着，对，我就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印象也很深。就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态度，你会觉得你自己有很深的印象了啊。不过今天当然对年轻的这个毅力来讲，其实蛮可惜，第3局那个氛围就出来了。没错，对，就真的要再多一点时间，也让他们再多一点磨合的时间。我相信这个球队还是对我们来讲是有绝对的一个高度的期待。对，因为其实今天毅力的比赛，其实他们花了大概是2局或者是1局半的时间，他们在做整个不管是攻击上面或者是防守上面的整合啊。好，在这个礼拜的这个赛程结束之后，下礼拜我们要移师到北市大。那北市大同样是2周的一个赛程安排。我们先来看一看下周的一个状况。1月18号在北市大的体育馆，在天母，我们要来看到是台北康体跟桃园台湾产险的2点的比赛。那在4点的比赛，哇，新北中鲜跟台北金华要再度的交手。然后呢，6点是高雄台电跟毅力营造，这是在礼拜6。那在1月19号的部分，彰化三大有线跟云林美金龙打下午1点钟，那台北金华跟毅力打3点钟，高雄台电跟台北新北中鲜打下午的5点钟。这是下个礼拜6日在北市大的一个赛程的安排啊。那我们今天要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怡汝这2天也相当的不容易啊，连续2天的5场球啊，而且又是这么天寒地冻的情况之下。那在这个礼拜再度谢谢怡汝，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就辛苦的工作团队。我们下礼拜气排的一个赛事在北市大再见了啊！谢谢怡汝，拜拜，拜拜。